结婚后1年，我怀孕了，老公把我宠成了小公主，公公婆婆更直言我是邻家的大功臣。我一直以为我很幸运，遇到了善良的一家子，直到一次意外，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自从怀孕后，我就有些嗜睡，一天24小时，我能睡10几个小时，大概是今天白天的水喝多了，所以睡着我就憋醒了，准备起来上个厕所。可是打开灯后，却发现本该在床上睡觉的林深不在。我试着喊了几声，屋里也没动静。我看了下手机，已经半夜1点多了。林深他去哪里了呢？虽然有些奇怪，但我也没多想。上完厕所后，我就准备躺在床上继续睡了。但因为林深没回来，我总觉得睡得不太安稳。直到后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床陷下去了一块，同时鼻尖萦绕着一股水蜜桃的甜味。我一瞬间就清醒了，心里咯噔一声。以前总在网上看到，妻子怀孕的时候是丈夫出轨的高峰期，因为妻子在怀孕期间不能同房，所以很多男人会在外边偷吃。难不成林深是去外边偷吃了？但我转念一想，不能啊，林深他不是一个对房事很看重的男人，我们结婚后的频率也不高，或者是有其他的事。但是他身上的香水味怎么解释？想着，我又抵抗不住睡意，慢慢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我问了一下林深，我醒来的时候为什么没看见他？林深也只是愣了一下，随后告诉我，公司同事需要一份文件，很紧急，所以他就连夜给送了过去。虽然林深的解释没什么问题，但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我就长了个心眼，发现林深最近确实有些奇怪，比如他最近回来的越来越晚，每次回来后在卫生间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虽然大家都说厕所是男人的第二个家，但是他总待在里边吧。最重要的是，每当我靠近的时候，林深总是会迅速切屏。结合上一次的事，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猫腻。于是趁着林深一次洗澡没带手机的时候，我偷偷查看了一番，却什么都没发现。难不成是我误会他了？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天，林深告诉我要加班，等他回来后，我在他身上又闻到了那股水蜜桃的味道，虽然很浅，像是已经洗过了，但我的嗅觉天生敏感，所以还是闻到了。而这次我抓到了机会，因为他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着没下，我清楚地看到一个置顶叫不许吃兔兔鸭的微信好友，里面有2句对话。第一句是不许吃兔兔鸭说的，我感觉我快疯了。林深回的是，你再忍一忍，等我下了班就去看你。正想往上翻看聊天记录，微信却一下子掉线了。我知道肯定是林深在手机上操作了，他一向谨慎，这次的疏忽也许是因为我是在孕晚期，担心电脑有辐射，从来不碰，所以他忘了防备我。我的脑海里乱哄哄的一片，林深出轨了。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我也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想法，只觉得又酸又涩，心被揪得难受。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早在10年前，我的妈妈也曾经面临过这些。当时我爸迷上了外边的一个女人，死活要跟我妈离婚，我妈不同意，他就直接搬到了外边住，闹到最后，整个家都搞得鸡飞狗跳。后来我妈实在没办法了，同意了离婚。她除了要我的抚养权，别的什么要求都没要。爸爸知道了后求之不得。离婚后的这些年，我跟妈妈相依为命，
现在我好不容易结婚了，怀孕了，婆家对我很好，我也以为自己将会是个幸运儿，可却没想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回想起林深平时对我的那些好，难道都是假的吗？我哭了整整一天，眼睛肿得像个核桃。林深回来后看见的就是这个场景，他怔了一下，问道：“老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我指了指电视，刚才看了个苦情片，女主太可怜了，看得我心里难受，实在忍不住。林深松了一口气，走过来把我揽在怀里：“你看你又多愁善感了，电视里演的都是假的吗？也就是你们这些小女生爱看。我给你带了街角的那家店的桃酥，快去洗手。”林深的语气极尽温柔，我却满心苦涩。如果不是上午看见了他的聊天记录，我死也不会相信他会是那样的一个人。一想到他在外边跟其他的女人做那种事，我就呕得吃不下东西。林深还疑惑我怎么突然孕吐这么严重，我也只是草草编了个理由搪塞他。我想我需要早做打算，至少要知道外边的那个女人是谁。第二天，林深一大早就出去上班了。他刚走，我就收拾好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公司附近。自从怀孕后，林深就让我辞了职。他说他挣的钱足够我们家用，不需要我在外边受别人的气，所以我现在的时间很充足。我一连观察了林深几天，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的行程很规律，2点一线。除了去公司就是回家，任谁看了不夸他是个好丈夫。直到1周后，林深跟我说他会加班到很晚，可去却亲眼看到他开车去了一家酒店。我在酒店附近等了好久好久，等到我几乎一点耐性都没有的时候，林深出来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长裙的女人，女人很瘦很白，戴着一个帽子。他的胳膊挽着林深，2个人看起来很是亲密。一阵风吹来，女人的头发乱了，林深还温柔地把女人的碎发别到耳朵后边，那体贴的模样不禁让我浑身颤抖。最重要的是，那个女人我认识，当初我和林深结婚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坐在台下，不错眼地看着我们。我当时还觉得那个女生很奇怪，还问过他。林深说那人叫李心妍，是他的大学同学，是一个作家，情感比较丰富，所以看到我们的幸福才会有感而发。我当时还很高兴地给他敬了一杯酒，他喝完后就哭了，说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幸福。现在看来，他哭不是因为祝福我，而是因为我跟林深结婚。林深的朋友我大多不认识，他也从未带我去参加过朋友的聚会，所以想要从他身边的朋友打听是不太可能了。我用小号从林深的朋友口中打听到了他的笔名，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网上的信息还挺多的，还是一个在圈内比较出名的网文作者。他一共有5本书，我看了一下，基本都是娇妻文学，他的文笔很细腻。最近的一本书叫《青春痕迹》，我打开看了看，是讲的大学校园内的一对年轻男女的恋爱故事。在他的书中，女主是一个心思敏感细腻的小说家，男主出身一个传统家庭，父母都是公务员，这和林深的家庭情况一模一样。女生和男生大学毕业后，因为男方父母的反对没在一起。他在书中说，虽然2人没在一起，但是心中依然都有对方。后来男方结婚了，但结婚后没多久，妻子就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孩子。2个人又因为种种原因走到了一起，不知怎地。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写的就是李心妍和林深的故事，我的定位应该就是那个早逝的林太太。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恶心到不行，把自己塑造的这么白莲花，我在里边却是个横刀夺爱的恶毒女配，最后还因为难产去世了，想想都觉得离谱。顺着小说中的书友群，我顺藤摸瓜，终于发现了李心妍的小号。在这个小号里记录了很多东西。第一条信息已经是几年前了，她说她的男朋友对她很好，他们同居后，他从来没让她做过任何家务，没吃过带皮的水果，递过来的水永远都是打开的，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她男朋友永远支持她，理解她。第二条信息，她说他们分手了，因为她身体不好，是个病秧子，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生不了宝宝。但是男朋友的家庭很传统，而且还是家里的独苗，3代单传。第三条消息，她说她结婚了。最后一条，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又和好了，她称呼他为林先生。她说林先生的妻子怀孕了，他承诺等孩子出生后，他就跟那个女人离婚，然后跟她结婚。她说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吃醋，会在她身上故意留一些痕迹，但是他会忍着的，因为那个女人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是他和林先生的，那个女人的孩子是替他生的，以后会叫他妈妈。当我看完这些消息后，忍不住浑身颤抖，一颗心凉到了谷底。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跟林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他从未爱过我，而只是把我当成他们玩的一环。他平时对我的那些呵护，也只是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面上。恐怕他早就打算好，等孩子一出生，就找理由跟我离婚，然后带着我的孩子跟他的白月光结婚。一想到这里，我的牙都要咬碎了。我以为林深是把我从深渊中拉出来的那个人，我爱他，他说什么我都愿意听。现在想想，也许我跟林深相识就是一场阴谋。那时候我跟林深在同一个公司，我是他带的实习生。因为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我总是没有底气，就连工作中被人欺负，我都不敢反抗。是林深一直在帮我。后来时间长了，我慢慢喜欢上了他，后来他就跟我表白了，很快我们就结婚了。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林深的猎物了吧。毕竟我只是个从农村过来的怯懦女孩，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敢说出口。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工具人了。但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泥人也有3分火气，难道我就是好欺负的吗？可能他不知道背叛我和妈妈的爸爸现在跟第三者过得有多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背叛。因为猛地一下子知道了太多东西，我一下子病倒了，高烧39度，怎么会突然发烧呢？林深急得团团转，那面上的担心，如果不是我早就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恐怕就又被他骗了。我哑着嗓子跟他说：“去给我拿点药吧。”林深很难为情：“宝宝，孕妇不能吃药，会对孩子不好的。”果然他只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我闭了眼睛，不再多说什么。倒是林深怕我真的烧坏了，一直拿酒给我擦身体，直到第2天我的烧才退下来。林深也守了一夜，大大的黑眼圈把他衬托得格外憔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太好了，昭昭，你终于好了。刚才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先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你先好好休息休息，等我回来后给你带好吃的。”我冷眼看着林深去洗了个澡，又把自己收拾干净，开车出去了。与此同时，我看见李心妍在小号上抱怨，为什么怀孕的女人是这么多，事事都要男人陪着，霸占她的男朋友。她说她的男朋友陪了那女人一夜，作为补偿，今天白天就应该陪着她，这才公平。可什么才是公平呢？
即便他们曾经在海誓山盟，但现在林深的妻子是我，他充其量就是一个第三者，他有什么资格来抱怨？我不会放过这个小三，作为始作俑者的林深更不会放过。林深走了以后，我准备起床洗个澡，然而刚走出卧室门口就发烧，身体有些无力，腿有点软，一个不小心就跌到了地上，随即我就感觉到肚子好痛，双腿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流下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我可能要早产了，我支撑着自己走到卧室，拿出手机给林深打电话，可是一连打了几个都没有打通，再打就关机了，我只能给我妈拨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了。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是哥哥，女孩是妹妹。因为是早产，孩子身体有些弱，都在保温箱里。这个时候，林深和公婆也已经赶到医院了。林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直低着头在给我妈说好话。因为我的突发状况，我妈对林深的缺席一直耿耿于怀。她觉得林深不该在我的孕晚期发了一夜烧的情况下留我一个人在家里，就算当时有特别重要的事不得不出门，那也不能不接电话呀。如果当时他没有赶过来的话，也许就是一尸两命了。公婆自然知道这件事是林深理亏，也骂了他半天。林深估计也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一直耷拉着脑袋。他想上前跟我道歉，我直接把头转过去，没理他。他现在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衣服皱巴巴的，我仔细闻了下，还有股香水味。看他一眼，我都觉得脏。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不言而喻。林深他伤害我，时间长了，我也许会原谅他，但是他差点伤害到我的孩子，这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在林深和双方父母看来，我就是跟他冷战了。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我出院回到家，因为担心自己不专业，而且产生婆媳矛盾之类的，双方大人经商议决定，直接请了2个月嫂，然后由林深来照料我，这样兴许还能缓和下我们之间的关系。生完后的1个月，在月嫂阿姨的照料下，我的身体好多了，仔仔长得也很好，哥哥活泼，妹妹文静，2个宝宝都胖嘟嘟的。为了感谢月嫂阿姨，我特地给她发了一个大红包。在这段时间里，林深特别卖力，初为人父，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守在孩子身边，每天哄着还没满月的孩子叫他爸爸。每当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的心里都特别酸涩。如果林深不出轨，那我们的生活应该多幸福呀！但我也知道，我可不能被表象蒙蔽了。毕竟那对狗男女可是随时想把我踢出局呢。我得趁着这个时间好好养养身体，筹谋下之后应该怎么做。自从宝宝满月后，林深的一些朋友就偶尔过来看望，这些我都不排斥，毕竟人家也是带着祝福来的。直到有一天，李心妍来了，她笑靥如花，手上还带着几个包装袋，据她说是给宝宝们的见面礼。看起来她来的时候完全没告诉林深，因为自从看见她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她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有好戏看喽，老公，你快把人家手上提的水果拿过来呀，多沉啊！我娇嗔一声，挽住林深的胳膊，用我自己都恶心的极其发腻的语气。李心妍听了后，脸色僵了一下，但她马上调整过来了，只酸酸地说了句：“你们感情真好啊，真是令人羡慕。”语毕后，她的眼神似有似无地瞟了一眼林深，林深的脸更僵了，同手同脚地走到卧室，2个人眉目传情的样子，就怕我看不出他们的奸情。李心妍看着似乎确实挺喜欢孩子的，
也是他现在估计是想着以后直接可以无痛当妈。现在看着我的孩子，估计早就当成他的了吧。听见我女儿的名字叫珍珍，他还有些不赞同地开口说，他觉得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没有一点新意。我翻了个白眼，他有什么资格管呢？李心妍一直在很亢奋的状态。过了一会，他突然说了一句：“试管婴儿就是好啊，一下子就儿女双全了，不用受2遍罪。”我愕然，谁说我们是试管婴儿啊？这谁传我们的谣言啊？我们可是自然受孕啊！李心妍呆住了，林深也呆住了，气氛变得奇怪起来，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破茧而出。我忽然想起来，我跟林深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怀孕，当时林深还带我去一家他朋友开的私立医院做过检查，当时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婴儿，林深也催促过我好几次，但我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问题，所以拒绝了。后来我坚持自己调养身体，终于怀孕了。所以也许当时我听信的林深的劝说，也许我就会沦为他们的代孕妈妈。李心妍的卵子会悄无声息地进入到我的身体里，因此李心妍才会在她的小号上说我生下的是她和林深的孩子。原来如此，原来他们比我想象中更加丧心病狂。我们3个人说不出谁的脸色更难看，是一直生活在谎言中的我，是刚知道真相的李心妍，还是两头骗的林深？李心妍走的时候状态很不好，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她本来就生得瘦弱，再加上刚受到了打击，颇有些楚楚动人的感觉。林深眼睛里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我咬紧了牙关，拼命地忍住我心中的恨意。下楼的时候，李心妍差点摔倒了，林深直接上前一步扶住了。你小心点。我冷眼看着两人，在后边凉凉开口：下个周3，我们家宝宝的满月宴，心妍小姐可一定要参加呀。李心妍转身：我一定会来的。她的眼睛是标准的桃花眼，水波深蓝，桃花灿烂，因为她的个人气质透着一股倔强的味道。当夜，林深就找了个理由出去了。保姆阿姨有些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隐晦地提点了几句。是啊，就连外人都看出来了，何况我这个当事人，他们就这么明晃晃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当晚我在看李心妍的社交软件时，发现她又更新了。她跟她的林先生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因为他竟然一直在欺骗她。他以为那个女人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可是现在才知道林深一直在骗他，那个孩子是我和林深的。他很难受，感觉被全世界背叛了等等。我看了后只想骂他一句傻叉，现在还装白莲花。你做亏心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别人？外表再好看，只要做了这种事，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林深回来的时候表情很臭，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待了很久，出来后身上有着浓烈的烟味，看样子确实情绪挺低落的。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直接把他赶去了侧卧，免得影响我的仔仔。后来林深房间的灯亮了大半夜，我也全当不知情。很快就到了孩子的满月宴，仔仔的满月宴办得很隆重，公公婆婆把可以邀请上的人都邀请上了，包括林深那边的亲戚们、朋友、同事，当然也包括李心妍。她早早的就来了，坐在林深朋友的那张桌子上，满脸失落，衬得人更加娇弱。我想不到她真的来了。林深看见李心妍以后也吃了一惊，看样子他也挺意外的。他的眼神往李心妍那里瞟了好几眼，但李心妍就是不看他。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在闹别扭，
所以也许李心言是故意来的，我也搞不懂这对狗男女的想法。总之，渣男贱女的做法总是很令人难以理解，但我庆幸他能来，要不我下边的戏还真的唱不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公公婆婆好像对于看见李心言还挺惊讶的，特别是公公，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我想，这里边兴许还有些我不知道的故事。宴席最高潮的时候，主持人给我讲一下作为新手妈妈的心得。我接过话筒，讲了一下作为孕妈妈的艰辛，以及初为人母的激动。然后话锋一转，说想给大家看几样东西。屏幕突然亮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屏幕上放的是林深和李心言的照片，他们在街角牵手的、接吻的照片，两人深情对视的照片。李心言放在社交软件上的床照，虽然已经打了码，但是仍然可以清晰认出是林深的照片。还有李心言的社交软件，我特意重点标出了，他们想让我做代孕妈妈，想等我生出孩子后就离婚的字眼。放出那天李心言来我家时，他和林深在卫生间的对话录音。为什么你一直在骗我？你爱上他了吗？不，心言，我爱的只有你，我跟他在一起都是因为孩子，你要相信我。等孩子断奶后，我一定会跟他离婚的，到时候我们结婚，永远的在一起。所有人都被惊在了原地，包括林深的爸爸妈妈以及李心言。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察觉到他们的奸情，更不知道我会选择在今天在所有人面前公布这些。他像是一只小兔子，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扯掉了桌子上的盘子，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我妈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她冲过去，一个巴掌甩在林深的脸上，林深的脸直接被打偏了。我妈又冲过去打李心言，林深冲过去护着李心言，李心言在林深的怀抱里无助哭泣，现场乱作一团。但不管怎么样，林深和李心言的脸面都丢尽了。以后不管他们是否在一起，我要让他们永远生活在流言蜚语中，一辈子别想抬起头做人。宝宝的满月酒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最生气的是林深的爸妈。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公婆当时不同意林深跟李心言的事，一是因为李心言的身体确实弱，生不了孩子，公婆都是传统的人，所以他们接受不了3代单传的林深断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当初林深把李心言带回家的时候，公婆托人打听过李心言的身世。李心言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是小三，这种事对于看重名声的公婆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李心言进这个家门。公公铁青着脸，你马上跟那个女人断了，以后不许再跟她见面。林深梗着脖子，爸，心言不是别的女人，她是我最爱的人。林深他妈冲过去又是一巴掌，你这是要把我们气死啊！林深还是不屈服，并且表示反正现在也有孩子了，也不用担心林家断后了，以后他就搬出去跟李心言在一起过。婆婆问，满脸痛惜，质问林深，你就为了外边的那个女人就要抛妻弃子？林深，我们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看看陈昭，她才是你的妻子，她刚生下你的孩子1个多月，你以后让她怎么办？林深用充满歉意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但也仅仅只有一眼，下一秒他就变得更决绝。陈昭，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跟心言是真心相爱的，孩子你可以带走，如果你不想带走，我和心言会好好照顾他们，并且表示如果我把孩子留下的话，他会给我100万，外加1套房子之类的。如果带走的话，
他也会给我50万，以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其实我有认真的思考过，现在我跟林深也过不成了，最终的结果无非也就是离婚。我想要的不就是多分点钱吗？不然我拿什么来养活我的孩子？但我也不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所以我保持沉默，没有吭声。但公公显然并不赞同这个做法，并表示如果林深要跟李心妍在一起，除非是他死了。林深崩溃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公婆说林深归说林深，但是林深毕竟是他们的亲儿子，谁进谁输还是分得清的。他们骂完林深，就把矛头对准了我，说今天做的欠考虑了，即便林深有什么不对，关起门来自然有他们做主。我千不该万不该把这事捅到外面去，这让外边的人怎么看？我还没说话，我妈一下子急了，她的火气已经憋了1天了，直接对着林深的爸妈开炮了。你们只顾着自己儿子，什么时候考虑过我女儿？我女儿被你们欺负到这个份上了，你们不让她发泄一下，是想把她逼疯吗？我把女儿养这么大，不是为了让人糟践她的。我们家是人少，但是我们昭昭也不是好欺负的。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听了妈妈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些天我一直在心里憋着这个事，感觉要把自己给憋坏了。可是我又不知道跟谁说，如果不是林深和李心妍太过分，我也不想把我妈妈扯过来。我妈的话一出，公公婆婆瞬间没话说了。说啥呢？归根结底还是他儿子的错。事情到这一步算是僵住了。公婆为了不让林深出去找李心妍，连门都不让他出了。而在这个期间，满月宴的视频突然开始在网上疯传，瞬间激起了千层浪，网友们无所不能，顺着视频中的信息扒到了林深和李心妍。林深被冠上了狼心狗肺的称号，而李心妍因为之前本来就在网上小有名气，所以网友的箭头更多的是对准她。网友纷纷骂她是最会伪装的白莲花作家，说她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其实骨子里最恶毒了，就是个绿茶婊。他们还扒出了李心妍的她母亲是小三这回事，说她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总是一家人都是极品奇葩之类的。因为女人天生共情能力比较强，她想要偷换卵子的这种行为更是激怒了很多孕妈妈，于是开始有人往她的家里寄一些不明物。这件事发酵得很快，而且出乎了我的意料。虽然我的初衷确实是想让林深跟李心妍抬不起头做人，但倒是没想放到网上让人来网暴他们。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恶有恶报吧。林深的一家最近也因为这些弄得焦头烂额，特别是林深也收到过一些不好的东西，有几次他都要忍不住暴走了，但最终还是被公婆拦了下来。林深把一切都归于到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难道不知道流言会害死人的？即便我以前确实是有想法让你做代孕，可是后来不是没做吗？自从结婚后，我哪点对你不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这么害心妍？看着他青筋暴起的样子，我总觉得特别陌生。从我认识他以来，即便他是有演戏的成分，但都是温温柔柔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发怒的样子。虽然我一再表示事情并不是我做的，但林深就是不信。而之前一直站在我这边的林深爸妈，也因为最近不堪其扰，对我的态度差了很多。他们都觉得一切都是我害的，可是明明我也是受害者呀。还好我妈是一直站在我身边的，不然我恐怕也会崩溃。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受控了。李心妍自杀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的林深，衣服没穿好就跑了出去。当然，李心妍没死成，她刚爬上18层，站了没一会，林深就到了。他看见林深后，立马就下来了。他哭着冲进了林深的怀里，说他只有林深一个人了，如果林深再不要他，他就真活不成了。林深用衣服包着李心妍，一步一步地往远处走去。刚赶上现场的我，总觉得他们是苦情戏的男女主，而我就是拆散他们的恶毒女配。在这一刻，我觉得我跟李心妍小说中的某个形象重合了，就挺没意思的。既然他们这么相爱，那我就放他们自由。一开始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但现在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回去后，我就同意了林深离婚，孩子归我，房子归我。林深连夜拟好了离婚协议书，火速搬出了我们住的房子。本来我们是打算瞒着公婆的，但是因为需要户口本，而林深的户口本在他爸妈那里，所以林深的爸妈也知道了，他们坚决不同意离婚。对此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让林深搞定他父母，再来找我签字。等回家后，我就开始忙着自己的生活了。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了，崽崽们一直是保姆阿姨带着的。我发现我忽略孩子太多了，做了妈妈才知道，什么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有时候看着我的崽崽，我都在想，我跟林深扯皮的那些时间，还不如陪我的孩子呢。反正只要有钱，有没有男人又如何？我只能寄希望于林深，希望他能早日搞定他爸妈吧。没有了乱七八糟人的打扰，我每天都过得很是惬意。看着孩子一点点的长大，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一直到这天的下午，婆婆突然哭着打来电话说公公住院了。我把孩子交给我妈和保姆阿姨后，赶到医院后才知道公公被林深气得心梗了。原来这些日子林深一直在跟公公抗争，奈何公公一直不松口。今天白天，林深听从李心妍的建议，直接带着李心妍上门了。本来公公看见他后就脸色不好看了，但李心妍还是一直想说服公公，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他就会直接带着林深出走，以后就让公婆当作没生过这个儿子。林深从小到大一直是公婆的骄傲，他小时候学习好，长大后工作也好，人也懂事温和。跟李心妍认识扯在一起以前，他一直是公婆眼中最完美的儿子。公公觉得是李心妍蛊惑了林深，所以想要拿拐杖去打李心妍。林深去护着的时候，不小心推了一下公公，公公倒在了地上，然后就开始喘不过气来。然后大家就赶紧把公公送到了医院，顺便再给我打电话。我来的时候，公公已经在做手术了，但是很遗憾，手术没有成功。婆婆几乎要崩溃了，几度哭死过去。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很难受。虽然公公平时有些严厉，但是扪心自问，对我其实也挺好的。知道我怀孕后，她和婆婆经常去乡下买土鸡，给我寄过来。林深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婆婆疯狂地敲打林深，李心妍上前阻拦，却一把被林深推到地上。她怒吼出声：都是因为你，是你撺掇我回家，是你害死了我爸。李心妍跌到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林深，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林深会突然发火，而且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了他身上。这对曾经相爱的人，最终还是成了这样，中间隔了一条人命，他们还可以心安理得的在一起吗？公公走了后，婆婆似乎一夜之间衰老了。她跟公公结婚40多年，老两口一直很恩爱，连斗嘴都很少有。公公没了，最难过的就是她。
她有时候会忘记公公已经去世了，满屋子去找。我带她去检查，医生说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结果令我很诧异。我只好把她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不禁叹息一声，看来是公公的死给婆婆的刺激太大了。婆婆时好时坏，有一天她突然清醒了，从房间里出来说要把房子过户给仔仔。她说从林深气死他爸的那一刻，她就当没这个儿子了。既然他要跟那个女人走，他的所有财产一毛都不会留给他。林深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过了一会，我回头的时候，看见他的脸上有泪划过，不知道他是否后悔曾经所做的一切。李心妍又过来找过林深几次，林深都没有见他。他在外边又哭又闹，但林深却坐在房间里呆愣愣的，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一天，李心妍又过来找林深，林深去见他了，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回来后，林深就像变了个人。他说他知道他错了，但是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净身出户。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当我拿到离婚证的时候，都有点恍惚。我现在还记得林深当时特别认真地对我说了句：“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他一定不会做下这许多错事。”我当时没当回事，只觉得他一夜成熟了。然而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警察说林深和李心妍出了车祸，经过调查是自杀。我这也意识到林深最后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是父亲的死亡一直叫他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样的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吧。婆婆知道后再一次哭死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她的病就变得更重了一些，因为要照顾孩子忙不过来。我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因为婆婆已经把房子过户到了宝宝名下，而跟林深离婚的时候，她又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而且她也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承担这个赡养的义务。从认识林深到结婚，又到生完孩子，2-3年的时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太多太多。之后的日子，我会把我妈妈也接过来，陪我一起照顾孩子。余生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会好好的抚养2个孩子，照顾他们长大成人，教会他们道理，让他们健康的成长。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